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从2026年1月30日开始，新加坡将正式实施禁载令，任何被视为不符合入境条件的旅客，将在登机门口直接被拒绝，连飞往新加坡的飞机都上不了。很多人看到新闻会紧张，这是不是更严？是不是人人都会受影响？其实，禁载令反映的是新加坡对国家安全、边境效率与公众利益三者之间的精准平衡。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又同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因此必须在流动性与安全性之间找到最佳点。而禁载令就是为了确保飞机飞过来的人都已经是经过筛选的低风险旅客。那么这项政策到底影响谁？劝退了哪些人？最关键的是，普通人应该如何避开这个高风险的黑名单？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拆解。新加坡过去采用抵达后筛查的模式，旅客落地后由关卡人员检查，若不合规才被拘留或遣返。这种方式虽然严谨，但对一个每日入境量巨大的航空枢纽来说成本极高，不仅需要额外人力监管，还会挤占机场空间，甚至让高风险人士进入本土领域，带来不可控的安全隐患。禁载令的推出就是让风险在原点被隔离，不让问题人物触及新加坡领土半步。对于国家来说，这是风险最低、效率最高、成本最可控的方式，也让资源能够集中在真正符合规定、需要快速通关的旅客身上。通过把落地处理变成起飞前拦截，新加坡的边境安全从被动变主动，从人工变智能，大幅拉高城市安全级别。下一部分我们来看看哪些人会被禁载。禁载令并不是要增加旅客负担，而是精准排除不符合条件的人，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不被新加坡接受的人员，缺乏有效证件、签证问题、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的人，说都可能在登机前被直接拦下。它不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制度，而是一个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的系统。本质上，它保护的就是守法旅客。而对国家安全来说，这种提前过滤的机制十分关键。它让潜在恐怖分子、跨国犯罪嫌疑人、人口贩运人员等不再有机会抵达樟宜机场，不再需要在本地执行拘留调查等耗时耗力的程序。换句话说，新加坡把所有问题都消灭在源头，而不是等问题落地后才去应对。下一部分我们来看看禁载令对机场运作带来了巨大改变。樟宜机场每日人流巨大，若每位不合规人士都要在落地后处理，不仅拖慢队伍，也让大量资源被浪费在没有资格入境的人身上。禁载令让航空公司提前拒载，这意味着从飞往新加坡的那一秒钟开始，机上已经全部是符合条件的旅客，自然而然的落地后的关卡更顺畅，队伍更短，审查更快。对于守法旅客而言，这是直接的好处，更快入境，更少等待，更少不必要的检查。同时，这也减少了关卡人员的安全风险，让他们的工作更集中、更有效率。机场整体运行变得更平稳，旅客体验更美好。新加坡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最后，让我们看看国家为何如此重视这个制度，以及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作为高度全球化的城市，新加坡每天迎来世界各地旅客，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国家风险。禁载令让入境流程更可控、更透明，任何曾经被拒、被禁或有风险的人，都必须通过正式申请管道，获得特许入境才能再飞过来。对公众来说，这是一道看不见但永远存在的保护墙，让每位居民享有世界顶级的安全环境。而对航空公司来说，这更是一项责任，必须遵守禁载指令，否则甚至可能面临罚款或监禁。最终，禁载令将继续巩固樟宜机场作为世界级安全枢纽的地位，让新加坡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高度的安全性。
效率与可信度。那么这条禁载令，你觉得是对新加坡的保护，还是对游客的限制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